我是不想上班的小林，然后这一次我要带大家去黄山3天2夜。我这一次是直接搭高铁到黄山的一线东站，然后再从一线东站搭40分钟的计程车到宏村，这样搭计程车的费用总共是65块人民币。一到宏村就先来买门票，宏村门票一张是104块人民币，听起来真的有一点贵。可是这张门票可以使用3天，所以小林就物尽其用，直接把酒店订在宏村里面。如此一来，就可以在宏村度假3天，觉得门票其实还蛮划算的。接着呢，就直接拉行李来到了民宿。我住的这间民宿叫做宏村怡心堂客栈。据说这间民宿建于明代，所以小林相当于是在古迹里面住了2晚，真的是非常特别的体验。小池塘旁边有绿色植栽环绕，然后一抬头就可以看见宏村怡心堂最具特色的天井。我们这次订的是3人房，1个晚上是190块人民币，我个人觉得超级便宜，真的是除了蚊虫很多以外，没有什么缺点。然后民宿门口还有一只很可爱的小猫。他们说狸花猫都会跌倒了。离开民宿之后，就在宏村里面散步，然后发现他们的民宿真的超漂亮，而且都是和当地的特色建筑结合，真的是很有特色。然后边走边发现宏村有一些路真的很小条。这边还有阿嬷在卖饼，室友跟我说，如果这个是阿嬷手做的话，吃起来一定很正宗。但是因为等一下去吃晚餐了，所以我们都没有买。这里是宏村南门口的南湖，宏村的徽派建筑就这么静静的倒映在水上，水波荡漾之下，真的很像一幅山水画。感觉真的可以在这边坐一整个下午，体会那一种宁静的氛围感。在南湖的林荫下，还可以看见太阳若隐若现的微光。然后这一种光的反射，让树上的叶子像是鱼鳞一样在闪闪发光，真的是让人觉得生机勃勃。然后随便一抬头，都可以看见太阳散发出来的光晕。这边还有一群学生坐在湖边作画，真的是很有闲情雅致。所以小林就偷偷的在旁边看他们作画，觉得他们真的是画得非常好。然后看他们下面的价格是一幅画100块人民币。所以如果是对画作有兴趣的朋友，就可以来到宏村买画。然后宏村也有汉服写真，一个人大概是200块人民币左右。南湖上有一个画桥，可以直接走过去，但是这个桥其实有点小，然后很多人都在上面拍照，所以大家要小心，不要被推下去了。看完了南湖之后，就走画桥来去对面的手工艺品店逛逛。然后这边的手工艺品真的是便宜、好看又有特色，所以小林就买了一堆回去送给朋友。这应该就是《如懿传》里面令妃喜欢的凌霄花吧。凌霄花盛开于每年的5到8月，条条千蔓倾泻而下，垂花朵朵，真的非常漂亮。接着呢，就来试喝名列中国10大绿茶之列的太平猴魁。
猴魁的茶叶形状非常特别，有猴魁两头尖，不散不翘不卷边之称。然后因为小林真的很喜欢喝茶，所以就在这家店喝了各种等级的猴魁，最后花了450块人民币。没想到这次旅程中最大的支出竟然是茶叶。喝完茶之后就继续来逛宏村。宏村位于安徽省南部的黄山脚下，是一座有着大量明清时期历史建筑的古村落。宏村内部还建构了完善的水系和颇具特色的牛形布局，是徽州民居的典型代表。宏村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为人类古老文化的见证、传统建筑的典型作品，并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录。我觉得走在宏村真的有古色古香的感觉，因为它是真的古迹，不是后来重建的那一种，所以真的有不一样的味道。像我只是随随便便从水沟缝看了一下灯笼的倒影，都觉得超级美。而且宏村的路上到处都是这种红色灯笼，真的很有元宵节那种张灯结彩的感觉。一路逛到晚上7点多之后，就决定来选餐厅吃晚餐。而且它的水很清耶。然后因为觉得这间餐厅装潢很漂亮，所以我们就来吃这一家宏村1983徽菜。我点了一份黄山臭鳜鱼、鲜笋炒肉丝、5家皮炒鸡蛋，还有时令蔬菜，这样一桌总共是158人民币。我个人觉得吃起来还可以，但是很不习惯。隔天一早起床就要来去爬黄山了，然后因为很饿，所以就先来买黄山烧饼当早餐。但是这个烧饼并不是每一家都好吃，所以我个人推荐宏村中街46号的黄记烧饼，那一家真的很好吃，我一个人就买了快10包。反正就不是影片上的这一家，主要是那一家烧饼真的太好吃了，所以我买了当下忘记录影。接着呢，就搭计程车来到了黄山，我和室友搭了50分钟的计程车，花了110块人民币才终于抵达。然后就来买黄山的门票，黄山的全价票是190块人民币。然后从黄山的大门口走进来之后，要先搭巴士到缆车站，单程是19块人民币。抵达缆车站之后，要再买缆车的门票，我买的是云谷索道，单人是80块人民币。小林本来以为这次是登山行程，应该很省钱，但是没有想到光进来黄山就要先花几百块人民币，真的是出乎意料。当然大家如果体力很好的话，也可以选择全程徒步，大概要走18公里，8到9个小时，但是反正不适合小林，所以小林还是花钱好了。然后黄山的生态真的很丰富，就是你登山旁边会有松鼠陪你一起爬山哦。好恐怖的声音！那里明明就有一块大的，没人想理它。你们是觉得？我觉得黄山的天气真的是变化多端，因为我进来就发现是阴天，然后它会突然有一点晴天，又会变成雨天，所以大家要自己准备好雨伞。黄山被称为人间仙境，还有天下第一奇山。不仅是国家5位级旅游景区，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。接着呢，就是考验体力的时候了，因为后面就没有索道，也没有巴士，所以就只能全程靠自己的脚走。黄山有泰山的雄伟之姿，有华山的险峻山势，有峨眉的秀丽清幽，又有衡山的烟云弥漫，可说是极其的群山的景色。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黄山五绝，黄山五绝就是奇松、怪石、云海、温泉还有冬雪。奇松是黄山的五绝之首，也是黄山的代表性景观之一。
黄山的松树多长于海拔800公尺以上，向世人展现它们顽强的生命力。就是你仔细看黄山的悬崖峭壁，上面都有一堆松树，真的是不知道怎么长的。我觉得黄山的景色还有松树真的很漂亮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走来走去都有一种小虫在飞，就是走过去很怕撞到它，也不知道是什么虫。然后这边提醒大家，它真的不像北京的万里长城，旁边都有一堆东西可以吃可以买。黄山上面真的什么都没有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先去山下的超市买完一些面包、火腿肠或者巧克力之类的，再来做长期抗战。从这边看，黄山真的很壮观，不过旁边就是悬崖峭壁，所以在欣赏黄山的时候，真的会有一种害怕掉下去的感觉。可是不得不说，黄山的天气真的是瞬息万变。看美景的时候，竟然发现有乌云飘过来，然后飘完之后，竟然就烟雾弥漫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结果没想到就下起了一场大雨，我和室友直接变成落汤鸡，所以只能赶快搭缆车下山，逃离黄山这种超可怕的天气。我们很柯南呢。离开黄山之后，就回到宏村的天灯食堂吃晚餐。我点了一份5加皮炒蛋、鲜笋炒肉丝、板栗烧鸡，还有1锅玉米排骨汤，这样总共是174块人民币。我个人觉得吃起来还可以。吃完晚餐之后，就来到了宏村的月沼。月沼是宏村牛系水系中的牛尾。因为形状像半月形，所以才被称为月沼。我觉得宏村的月沼真的会有一种让人想要归隐田园，从此不问世事的感觉。看到这一幕的当下，我就在想，如果可以每天起床就看到这种景色的话，应该很幸福吧。我觉得月沼就很像一幅镜子一样，倒映着宏村的徽派建筑，这样一看就会感觉水下好像还有一个世界，美得很不真实，就像是镜花水月一样。超好看的，对啊，它会如诗如画。可以拍10遍不？我觉得。真的很推荐大家来宏村看夕阳，因为它黄昏的时候还会有火烧云可以看。你哪位？咪咪，来了。撸完猫之后就回到民宿休息，结果发现民宿晚上也超级漂亮的。只是因为小林的手机还没有更新，所以拍照起来有一点点模糊。隔天一早起床，竟然发现下雨了。原本是打算要去溪地的，但是因为就突然下雨了，就决定放弃这个行程，继续待在宏村。原本觉得很失望，但是后来发现宏村下雨之后，后面的山会有一点点山岚，所以也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，非常漂亮。虽然这场雨为宏村增添了一抹神秘的氛围感，但是不得不说，下雨还是很不方便，所以我和室友们就决定要去吃饭避雨。结果没想到进到餐厅里面，就发现竟然又没有雨了。我吃的这一家餐厅是月沼旁边的华景楼。我点了一份蚝油生菜、招牌锅巴、木耳，还有炒土鸡蛋。我还点了一锅鸡汤，还有红烧肉，这样总共是150块人民币。我个人觉得真的是便宜又好吃，非常推荐。
而且从画景楼餐厅的2楼就可以看见月照，所以它其实算是景观餐厅，以这个价钱真的很划算。吃完饭之后，就来到了旁边的汪氏宗祠，结果没想到竟然又下起了大雨。汪氏宗祠是一座建于明朝的家族祠堂建筑，难怪看起来这么有历史。这个是汪氏宗祠的天井，天井在风水上有聚财还有养气的意义。不得不说，汪氏宗祠在几百年间可以被保存得这么完好，真的很不容易。逛完汪氏宗祠之后，就跟室友来吃黄山毛豆腐。因为这一间是一个阿嬷在做的，所以室友觉得非常正宗，一定要买。哇哦，这个毛豆腐上面是真的有毛诶，可是煎完上面好像就看不到了。这个毛豆腐3个是6块人民币，6个是10块人民币，但是阿嬷说她拒绝讨价还价，所以大家要注意。怎么样？我不知道好不好吃，但是好想尝一下。我个人是觉得黄山毛豆腐还蛮好吃的，大家可以大胆尝试看看。接着呢，就来到了同样位于宏村的陈志堂。陈志堂是宏村规模最为宏大，也最为奢华的一处建筑群，建于清朝咸丰年间，是晚清徽州大盐商汪定贵的豪宅，而且他家池塘里的鱼竟然还活着耶！接着呢，就搭计程车回到了一线东站。结束这一次3天2夜的黄山宏村之旅。好看，好像暗暗的，好像有1314张照片，好浪漫。咪咪，来摸一下。哎呦，你这么喜欢烧饼？他会每个人都宠幸一下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猫吼，你是上辈子来拯救的天使。但哦，没蹭上吃。他认错猫了。哇，我的这辈子定型了。这边。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喽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。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我脸上会不会这好漂亮，你先拍。